如何从心到灵，如何内观，如何链接高维照见自己。今天的影片我就把科学对这个事情的答案做一个引子，帮助大家去连接一下。你知道吗？其实内观的方法在所有宗教里面都有，所有的宗教仪式都是高维实践，只是它借用不同的媒介，借用不同的形式发生。那我们把它抽象出来，我们把它统统称之为高维实践。内观就是高维实践，我们把内观这个词转化一下，叫高维实践，跟内在的高维空间连接。那高维实践一定有高维实践条件。我们三维实验是不是需要三维实验条件？那高维实践一定有高维实验条件。那我今天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高维实践条件，就是这个如何内观。因为如何内观的方法有无穷多种，但是它里面有原理，我把它的原理共性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很简单，5个净。第一个是干净，就让我们的内在，让我们的心不断的干净，清理那些脏东西，一定要不断清理下去，这叫自尽其意。为什么要说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佛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不断的清净自己，不断的清洗，这叫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是一个清净的概念，这是第一个净。第二个净是平静的静，就像我们的心像是一池水一样，它湖面平静的时候，我可以穿透湖面看到水底，我可以看到湖面反射的日月星辰，阴阳两界的事情了分明。所以我们心不静，就像我们在不断搅动这个水，这个水乱七八糟，你能看到水面吗？水底呢看不见，水面反射的事物也看不见了。所以心要平静，这叫心如止水，这是需要训练的。我们的心能不能平静下来？第三是恭敬这个敬，安为宇宙空间，安趋于无穷大的宇宙智慧，那个我们具足圆满的智慧，跟我们三维存在的差异是无穷的无穷次方倍。我们只有对这个智慧无条件恭敬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打通跟它之间的下载通道。你只要有一点不恭敬，就会障碍。所以我们也知道为什么那么崇拜，那么崇尚于他们所描述的最高境界的智慧，可以把人说得一钱不值，一点都不值。进入所有有缘的法门，就是你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仪式都是在表达那个境界和我们当下境界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太大了，让我们做什么都不过分。你不管是站着、躺着、倒立，怎么这都行，甚至连生命在这个面前都不值一提了。因为生命只是在三维空间投影一次的这个相，所以全然的恭敬才能跟高维智慧关联。第四个镜是镜子，这个镜子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我们坐在一个大的球面镜的中心，其实我们往四面八方看过去都是谁呀？全是自己。这个世界你看到照见的所有人都是自己投影出来的像，都是自己的认知成的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面对一切事情，我们只有一件事儿，反观，反求诸己。
看到所有东西，问自己这个现象呈现我的什么认知，告诉我的什么认知呈现这样像，因为所有认知都是障碍，这样我们就不会外求，不会抱怨，你会进入一种正向自在的生命状态。那么第5个境，环境的境，我们今天在这么一个好的环境里边，让我们屏蔽掉我们世间的外援，我们把我们的手机关掉，我们把我们跟周围的这个信息的关联暂时关掉，让我们能够专注于这个环境中，共同建造一个共振能量场。这是环境的境，同时它又是境界的境。当你的境界达到一定境界，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对环境没有要求了，你在哪儿这个环境就是好环境，这个外在的环境在乱在纠结跟你没关系。看风水的有这么一个讲究，风水是什么？是时空能量场。这个时空能量场跟我们每个人的特征能量之间有一个匹配度，这个匹配度高，这个风水对你好；这个匹配度低，这个风水对你不好，它会相冲等等等等。那实际风水呢，它有一些公共的匹配度，也就是大家对这个地方，对大部分人都挺好，这也是看风水的一个基础。但是有一种人，他根本不需要看风水，因为他在那儿风水就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觉知是跟高维连接的。我觉得这杯紫水放在这儿不舒服，我把它放在这儿，就把风水调了。所有的存在的像都是能量分不成的像，我这个杯子从这儿一到这儿，整个能量就变了，整个能量场都变了。只是这个东西只不过是个3维的像而已，我移动它对整个能量场的扰动不大，但这个时空里面有一些东西，它是跟高维连接的，那种跟高维连接的东西叫法器，比如佛像，比如香，比如所有跟我们修行相关的这些物件，这都是法器。法器是跟高维连接的，它稍微移动一点儿，对这个时空能量场都有关联。所以这就是说，你修到一定程度的人，你是可以调风水，你只要舒服，这风水一定好。所以第5个境既有我们被动的接受外部环境，需要对外部环境有诉求有要求，同时也可以变成一种主动的你自己对环境能量的一种调整，这是验证我们自己修行境界的。所以这5个境就是高维实验条件，我们这5个创造条件一起通过，只是它表达方式不一样。心经一开篇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什么叫观自在呢？叫内观，自性的临在，这叫观自在。什么叫内观呢？往内看才能进高维。内观自性是本自具足的本性，是内在的恩维，本趋于无穷大。那个自性每个人都有，临在是当下的存在，它不是未来我会得到什么，过去我曾经是什么，都不是，只是当下。因为刚才一会儿过去未来全是3维认知，在这个认知里面连4维都去不了，更别说高维了，只有当下可以通达高维。所以金刚经里也说得非常的清晰，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三心皆不可得，因为它们都是在时间轴，认为时间是常量这么一个认知障碍之下的。到第四维时间就是变量了。当时间是变量，你可以在时间轴上任意定位你的存在，所以只有当下可以通达高维。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临在就是当下的存在，所以内观自性的临在就是获得高维智慧的一个通道，一个方法。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又不断往内往深更深，越深维度越高，就不断从低维向高维行深。为什么叫般若？我们三维一切是信息，到四维就是智慧，五维是大智慧，六维是大大智慧，七维是大大大智慧，到了 N 维，N 趋于无穷大，这个大你说不过来了，所以就不翻了，就直接叫般若。般若是 N 为宇宙空间 N 趋于无穷大的宇宙智慧，是这个宇宙的顶级的智慧，存在叫般若。波罗蜜直达彼岸，此岸我们看到有形空间，到了高维进去一看，全是能量波，像海一样无边无际。只有到了 N 为 N 趋于无穷大，才达到了最高境界。所以般若波罗蜜指的是 N 为 N 趋于无穷大，在这个境界照见五蕴皆空，从下往上是观，从上往下是照，从外往里是观，从里往外是照。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佛学智慧把整个空间结构说得非常清晰了。那么这里面我们顺便还可以介绍一个字叫缘。佛教还用到一个字叫缘。什么是缘？投影原理的关系叫缘。我们的手投影出来以后，在这个二维的相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这个相的关系。大拇指、食指、中指它们的关系。这个关系取决于哪呢？取决于我们这只手，这是缘。投影原理的关系叫缘，就是那个缘分的缘。我一投影上来，这个关系和缘的关联马上明白了。所以一切是因投影原理的关系而发生，这叫缘起。所以佛教为什么不说开始结束？因为开始结束，刚才一会儿全是三维认知，你在三维认知里怎么可能让人觉醒呢？不可能的，你强化任何的三维认知人都不可能觉醒，所以必须得超越三维认知。所以他讲所有的发生无始劫以来，什么叫无始劫？没有开始怎么来的？缘起。什么叫缘起？从高维投影过来的缘起，回到高维叫缘灭。缘起缘灭，所以我们现实的一切是因缘而发生，因高维空间的信息而发生。所以三维是二维的缘起，四维是三维的缘起， N 维是 N 减一维的缘起。当 N 趋于无穷大的时候，是一切的缘起，这叫缘起性空。因为 N 为 N 趋于无穷大是空性，空性不是没有，它是所有的存在都在，但不执着于任何一个存在，也不执着于任何一个层次的存在，这叫缘起性空。所以
缘起性空在佛教智慧里面也把整个宇宙空间的所有存在想明白了。那么道家怎么讲呢？讲到生死的时候就两个词：出生、入死。什么叫出生？我们三维人认为从娘胎里出来叫出生，那入死呢？谁能回娘胎里去呢？不可能。所以出生是从高维投影到这个空间叫出生，入死是回到高维空间去叫入死，这叫往生，这叫回家，这是视死如归。当你了解这个的时候，我们才对生死真的有了非常明确的概念。其实我们的本体是死不了的，我们只有在三维空间投影的像，有成住坏空，有生住异灭的过程。因为三维空间时间是常量，所以有开始有结束，有生有死。你到第四维就不存在生死了，因为你可以任意到过去，任意到未来，它是永生的。有一个电影叫 Lucy， 在中文翻译叫超体。这里面那个教授说什么呢？说这个宇宙出现生命的时候，细胞就在选择。当环境适应生命存在的时候，他们选择繁衍；当环境不适应细胞存在的时候，他们选择永生。什么是永生呢？提升一维就永生了，所以纵向提升才是真正的永生。当我们理解这样的空间结构的时候，我们对生命的理解一下就通透了，就知道我是谁。我是高维空间在这个空间投影的一个能量级，集合是一个像，是一个能量相互作用，在这个空间投影出了一个存在。我从高维空间来，我要到哪儿去？回到高维空间去。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有不同的去向？你是维度越来越低，还是维度越来越高？你维度越来越低，你的自由度就越来越低。你自由度越来越低，你受的限制就越来越强，你就越来越没有办法去逃脱你想摆脱的束缚。这也能理解佛教讲的所谓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是还都没有离开时间是常量的一个概念的人，这样的生命它就存活在一种时间是常量的三维认知系统里面，所以它每一次投影都回到这个三维空间里面来。为什么我说投影呢？因为我们这个手是三维的，我要用二维空间表达的话，我可以通过正视图、侧视图、俯视图三个是二维投影来表达。它有多少二维投影？其实有无穷多个。那无穷多个二维投影对于他来讲，他们享受同一个投影源，讲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投影的侧面不一样。我生一维，我们三维的人有我们高维的投影源，不用太高，四维投影源就投影出了无数的三维投影的像。我们此时此刻只是我们四维投影源无数的三维投影之一而已。那些跟我们平等的、平行的三维投影，就是所谓的梦境、幻觉、前世和来生，它们高度平等，跟我们现实看到的同等虚假，也同等真实。你要认为这个时空是真的，那梦境、幻觉、前世、来生都是真的。你要认为前世、来生
梦境、幻觉是假的，那么现在也是假的。你说这三个投影，正视图、侧视图、俯视图，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同等的，你要说它们都是假，那就都是假；你要说它们哪个是真，那都是真。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因为太执着在这个三维空间的投影像上了，所以我们把这个空间当真，其他的那些空间存在交织在同时存在，而我们看不到的那些空间，我们认为是假。如果我现在在一个两个二维空间的交线上，在一个墙角，我在这看，我既能看到这个空间的事儿，又能看到那个空间的人和事，但他们彼此看不见。我生以为我在两个三维空间的交面上，我能同时看到两个三维空间的人事物，但他们彼此看不见。如果我要能分辨的话，我就是一个智者，我就是个灵媒；但如果我看不见的话，我就是精神分裂。有一个电影叫《Beautiful Mind》，美丽的心灵。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数学专家，他就是这么一种人。当他看到另外一个空间的黑衣人，他跟他打架的时候，他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学生认为这老师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不见，旁边是空气，这老师跟空气打什么架？我们现实中很多这种情况，所以其实在这个空间里面有很多平行空间，这些平行空间只是我们执着在这个空间上，我们看不见。当人濒死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已经脱离这个三维空间的认知障碍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同样的其他空间同等真实的存在。所以那些说出他幻觉的人，我们一般人认为他快死了，确实是他看的是假的，但是他相信他看到的是真的，他看到跟现实没有区别，所以他很真实地表达出来看到的什么。所以真正在我们的整个时空能量里边，我们执着在这个三维的时候，我们被我们自己限制了。但如果我们只是在三维空间去横向，去连接，不断的催眠，看到这一世，看到那一世，再看到下一世也没有意义。我们直接回到投影源，看我们投影源里的什么认知投影出现实的像，我们颠覆我们的认知，就能破掉这个像，这才是本质。我们去看很多现实，我们看不到那些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只有回到内在，回到投影源，颠覆认知，认知一变，这个世界就变了。所以呢，在儒释道智慧里边，充满了这样的高维智慧。他们的精妙之处在于什么？跟我们现代人的思维，现代科学思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们现代思维，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的思维是从下往上，从三维空间往上找真理，往上去发现，太慢了，而且永远是迷茫的，都像是掷骰子撞大运一样。实际上东方智慧是从上往下看整体宇宙，它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与神同在的境界，是大乘佛法的涅槃寂静的境界。所以它从上往下看到整体宇宙。所以我们用4句话把它跟人类的所有智慧关联起来。
跟科学语境关联起来，能够帮助我们用这4条指令随时提醒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周围的一切。第一句话叫起心恩为在无穷，就是你想任何事情，你只要起心动念，只要一起心，你就把自己的意识用恩为这个指令告诉我从上往下看，所有事情都不要在事儿里看，在事的上面看，在迷宫的上面看，你能读懂迷宫。你在迷宫里边，你永远是靠记忆，靠所谓的知识。我走3步往左转，走4步往右转，你去试错，你不断的试错，把那个错给记录下来，把对给记录下来，这就是我们人类积累知识的方式。太笨了，我给大家搭一个迷宫，你在迷宫里走，你没有撞墙，基本不知道自己走错了，但是我把迷宫画在纸上，我这样去走，我一定在没有走到死胡同的时候发现自己走错了。为什么？我从3维走一个2维迷宫，我们现实中的人天天走一个3维迷宫，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甚至不知道一出门会遇见谁，但能跳到第4维看一眼的人，对未来发生的事情就有直觉。我们老祖宗把从高维看到的这些现象总结出了很多的方法，子午流注也好，干支哲学也好，麻衣相术也好，紫微斗数也好，都是老祖宗从高维看出的规律，把它总结出来，帮助现世人去做一些预测，做一些我们所谓的算命看于这样的事情。这个是老祖宗从高维看完了以后总结出来的，但是现实中有另外一种人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他直接就能看到，他看到以后告诉你就行了。能跳到高维空间看一眼的人在引领这个世界，所有的领袖和王者是这样的。我问过很多成功人士，你人生最重要的角色的就那几步的依据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就2个字：直觉。直觉是来自高维的信息。我们人类所有科学发明来自于灵感，灵感是来自高维的信息。一个开启了高维智慧的人，他随时能够下载高维信息，指导他的现实，这叫内圣外王。如果我们依赖这个人是从外面得到信息来支持我的现实的，容易让你外求，这叫迷信。只要你想从外面得到智慧，就是迷信。你从你内在获得信息，这叫正信。所以第一句话叫起心恩为在无穷，让我们从恩为无穷大去看整体，整体也是有规律的，看我们整体宇宙的规律，这叫起心恩为在无穷。第2句话叫存在之简，正弦永。最简单的存在是正弦波，让我们善护念，随时关照自己的念头。第3句话叫一切呈现投影中，所有的呈现是投影的重叠。1维是2维的投影，2维是3维的投影，3维是4维的投影，n 减1维是 n 维的投影，n 趋于无穷大是一切的投影源。他的佛家叫无上正等正觉，因为只有 n 为 n 趋于无穷大才能堪称无上。在道家叫无极，只有 n 为 n 趋于无穷大才能堪称无极。在基督教叫唯一，
只有 n 为 n 趋于无穷大，才能堪称为一。所以人类的所有智慧在那个境界是合一的，所以一切呈现投影中，所有的呈现全是投影。什么意思呢？全是假的。只有你相信所有的存在全是假的时候，你才是一不二。你只要相信有真有假，你就二。而真正的真是在 n 为 n 趋于无穷大，那个地方叫一真法界，那个地方叫不二，那个地方叫真理是唯一的。所以当你能够真正看出一切存在的假象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假象所困惑，你就完全可以从这个假象里面跳出来，跳到上面，用另外一个假象把它转化，这叫借假修真。所以假有没有意义呢？有意义。假在帮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认知是什么。所有存在的一切人事物都是由我们内在认知投影出来的，它都是在帮助我们觉察我们的内在认知。所有认知都是障碍，在佛家管它叫业，在基督教管它叫罪。当我们能够真正颠覆那个内在认知的时候，我们就在开启我们的高维智慧。所以一切呈现投影重给了我们战胜我们现实中所有困境的一个内在动力。第4句话，灵为全息万有中。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一切存在全是能量波，那么能量波有一个属性，任何单一能量波可以遍布整个宇宙空间，就像一个池塘，我扔进一个石子，它的涟漪可以扰动每一个角落，这叫起心动念，惊动十方神煞。你起一念，整个宇宙全都知道。那我反过来，灵为是一个质点，其小无内，所有能量波都会通过它，所以这一个质点具足宇宙中的所有信息和它们的相互关系，这叫宇宙全息律。光学全息和生物全息全部基于这么一个逻辑关系衍生出来的。这也是佛祖释迦牟尼佛出定的时候，他打坐7息49天正得的。原来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大家，每个人内在具足圆满一切智慧，这是一个非常究竟的宇宙定律，是个法理。你相信这个法理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你自己内在本自具足。本自具足的生命只有一个方向是合理的，自然的，就是付出。因为你本自具足，你根本不需要从外边往里抓，你只要想从外边往里抓，这个能量一顶上你一定烦恼。所以我们人类的所有烦恼都来自于想得到。当你知道付出是生命的第一需要的时候，你就在开始验证你生命的那种自在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体验过，当你无条件付出的时候，那个内在升起的巨大的喜悦，这种付出不是我们在3维空间得到的那种快乐所能比拟的。那个快乐只是很快地乐了一下，而这种持续的付出能让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在这个系统里边，这4句话只有4个关键词，它是科学语境里边的词汇。第1叫恩为，第2叫正弦，第3叫投影，第4叫全息。
而我们用一个汉字又可以把它全部概括起来。太阳的太，这个大是恩为恩趋于无穷大，较其大无外，这一点是临为，其小无内，所以这个太把整个宇宙空间全部表达了。所以东方智慧讲太和，讲的是整体宇宙之和，它比这个大和就牛多了，它就更完整。太极只是整个空间两极，极大和极小。太也，甲乙的乙在甲骨文里就是正弦波的符号，就是这么一个波浪的符号，所以它是把整个的空间和最简单的存在进行了一个完整的概括。我们的文化自信如果建立在这样的科学逻辑和我们老祖宗的文化传承的话，这种自信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文化具有如此的包容。这个世界应该因为我们文化的存在，所有的文化都有它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存在的理由。我们的文化并不替代任何文化，但可以给所有文化提供它足够的空间，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文化自信。我们并不需要用我们的文化去替代任何文化，不应该让这个世界的任何文化认为中华文化会对我们进行文化侵略，会削弱我们的文化存在。不会的。但如果我们只是去体现我们文化的表象，只去看我们文化的用，那对人们产生的影响就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我们在替代。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儒释道的整个文化体系，它跟这个高维整个时空逻辑是高度一致的，它们相互之间是完全可以相互印证的。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链接高维。愿你早日与高维智慧建立连接，开启丰盛富足的人生体验。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